这个眼神似曾相识。王林，你不认识现在的我，可我却认识你。我们可是好久未见了。王林身子一晃，紧跟众人之后，同样向前跃去。青光波动间，所有冲入者的身影立刻消失在了通道内。朱雀墓以朱雀山为入口，其内另成一界。整个朱雀墓庞大无比，全部都被修心之精奇异的力量笼罩。除了以朱雀山的入口进入，否则没有其他任何方法可以破除这修心之精的奇异力量。这朱雀墓在历代朱雀子眼中，除了威严之外，最多的便是神秘。此地在一代朱雀子刚刚布置后，并没有现在这般庞大，只是随着时间的度过，或者可以说随着命魂的增多，此地好似拥有生命的生物一般，慢慢的越来越大。它存在于朱雀星内部，渐渐蔓延，最终居然形成了山山水水，形成了天与地，任谁来到此地，都会有一瞬间的惊怔。王林的身影出现在了朱雀墓外围的某处，此地是一片焦土，一丝丝黑烟从地面上散发出来，一直飘到上空，在头顶没有蔚蓝的天空，但是却有一道道闪电时而划过，一团团七彩之光时而闪烁，一条条好似蛟龙般的裂缝时常撕裂天际出现。这些强大的法术波动映照天地，把天空映成了忽明忽暗的颜色。王林出现在焦土上，在他现身的瞬间，他神识一散，四周方圆数万里全部都是笼罩在焦土之中，丝丝黑烟从地面升起。少顷，王林目光闪烁，看向远处。司徒南曾说，这朱雀墓范围不大，分为内外两地，内部中心位置便是一代朱雀之墓，修心之精也就是在那里。外部虽说比之内部要大上一些，但神识一扫便可窥探全部。在外围有一座祭坛，只有通过祭坛方可进入内部。可现在一看，此地与他所说差距太大。这朱雀墓外围怎么可能神识一扫便窥探全部？更不用提寻找那座祭坛了。王林眉头微皱，蹲下身子摸了摸脚下焦土，一丝炙热传入手中。这焦土内蕴含了火属性的灵力，但却并非修士斗法造成，倒像是某种自然而生的火灵一般。王林目光一闪，身子微晃，向远处一跃飞走。方圆数万里之内，就只有我一人。显然，所有进入此地者没有固定的落脚之地，而是混乱的分散开。王林脑中闪过一个个念头，他速度极快，向着远处疾驰而去。他身子刚一离开，地面的焦土中慢慢浮现出一双闪烁青芒的眼睛，这眼睛内露出一丝奇异之芒，遥望王林离开的身影，随后沉入焦土内，消失不见。王林速度很快，向着焦土边缘飞去。就在这时，忽然王林身子一顿，好似流星一般迅速后退。轰！在他身子后退的瞬间，一团青色的火焰蓦然间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了王林之前所在之处。这团青色的火焰足有一人多大，在它出现的瞬间，四周的温度一下子变得极为炙热起来，一片片热浪向四周扩散，把那些从地面上冒出的黑烟立刻冲散。但那些黑烟却是好似扭曲而行的游魂一般，虽说被冲散，但转眼间便化作一道道烟丝，调转方向，不再飘上天空，而是齐齐向着那团青色的火焰钻去。此刻，在王林眼前形成了一个奇异的一幕，但见万里之地焦土上的黑烟疯狂地向着那青色火团涌入。青色火团内迅速涌现了大量的黑气，这黑气散发出来，好似一条条触手生长在了火焰之上般。王林身子退后中，目中寒芒一闪，右手在储物袋上一碰，仙剑立刻出现在手中，他毫不犹豫地向前一斩，一道好似弯月的剑芒立刻凝聚在天地之间，好似飓风一般呼啸破空而过，向着那青色火团冲击而去。此时，那青色火团外的黑烟立刻诡异的凝聚，融合在一起，形成一个巨大的盾牌，挡在了前方。轰！一声惊天动地的声响从盾牌之处传出，盾牌立刻消散，剑芒则缩小了一大半后，冲出黑烟，一闪之下，直接落在了火团之上。一道手臂长短的裂痕在火团上出现，丝丝烟气从其内散出。那火团一晃，顿时地面焦土内大量的黑气疯狂地钻来，转眼间便把裂痕填满。与此同时，这火团随着黑气的融入，渐渐身形改变，居然幻化成为了人形。这是一个看起来只有8、9岁的孩童，他全身散发黑烟，双目更是漆黑一片。他望着王林，嘴角露出一个开心的微笑。不要和我一起玩。从王林斩下剑芒到这火团幻化成人，这一切都是在极快的时间内发生。王林冷冷地望着眼前这个孩童，一眼就看出此物并非什么妖兽，而是焦土内的那炙热灵力幻化而成的火灵。这种生物不太好杀死，只要地面的那焦土不散，此物会永远存活。滚！王林冰冷地说道，身子一动，从一旁闪烁而去，就要离开此地。不要走，
那孩童右手向前一挥，顿时亡灵奔走前方的焦土立刻在轰隆隆声中拔地而起，蓦然间形成一面高约100丈的巨大墙壁，阻拦在亡灵身前。亡灵眉头一皱，身子一闪之下消失在了原地，出现时已在数万里外离开了那焦土之处。那孩童身子飘到焦土的边缘，他站在那里遥望亡灵，但却没有向前踏出，显然这焦土所在才是他可移动的范围。盯着亡灵，孩童脸上黑气缭绕，尤其是双目更是漆黑的有些诡异。忽然他厉声一笑，随后身子飘起，手臂张开，顿时大量的黑气从其体内疯狂地钻出，这些黑气仿佛一条条蛟龙般钻出后立刻从四面八方飞入到焦土内。但见那范围数万里的焦土，蓦然间其内传出阵阵轰隆之声，开始诡异地蠕动起来，居然向前慢慢移动。亡灵眉头微皱，冷冷地扫了那孩童一眼，没有说话，转身向前飞去。那孩童看见亡灵越走越远，脸上露出焦急之色，连连厉笑，身子内的黑气立刻加快了云涌的速度，顿时地面的焦土前行之速更快。但显然以这种速度还是无法比得上亡灵。眼看天际之中亡灵的身影已经消失，这孩童脸上戾气浓郁，仰天大吼一声，身子砰的一下消散在了半空，化作一团青色火焰，蓦然间沉入地面的焦土内。焦土立刻好似怒浪一般翻滚蠕动，随后一缓之下立刻疯狂地向前方延伸开来。它并非移动，而是好似拉成了一条直线，向前方以难以想象的速度，好似一根不断增长的长条一般疯狂的延伸。亡灵飞行中眼内寒芒一闪，猛地回头，但见地面一条长线好似一条蛟龙般从远处疯狂地追来，在那长线的前方有一团青火，其上闪烁出那孩童诡异的双眼。找死！亡灵之前的剑芒内没有蕴含仙力，此刻他左手在储物袋上一抹，手中立刻多出一块仙玉，一吸之下仙力顿时涌入体内，他双目闪动金芒，右手拿着仙剑缓缓抬起，仙剑随着仙力的涌入立刻散发出阵阵紫金之芒，这光芒刺眼，蓦然间亡灵向下一斩，仙剑一斩好似天威，剑芒内蕴含了仙力，威力强大了无数倍，化作一道残影从仙剑上闪烁而出，在一声声轰隆隆的破空之音中，剑芒一闪，直接落在了那疯狂冲击而来的焦土之上。砰！大地震动，剑芒落在焦土内的瞬间，一道道龟裂在焦土上瞬间出现，随着阵阵咔咔之声的响起，裂纹疯狂的蔓延，几乎转眼间，那化作一条长线的焦土上几乎所有位置都出现了裂纹。碎！亡灵轻声道。轰的一下，这延长了数万里的焦土长线顿时崩溃，大量的焦土化作颗粒向四周轰散开。在这一刻，一股奇异之力从崩溃之中的每一个颗粒上传出。亡灵神色古怪，右手一照，一个飞散而出的颗粒被他抓在手中，仔细看了一眼后，他转身迅速离开。在他离开不久，那些化作颗粒的焦土一粒粒相互融合，时间不长，又是一大片焦土形成。焦土内，那孩童诡异的双眼渐渐浮现，望着亡灵消失的位置，露出深深的不甘之色。不要走！忽然，这孩童的双眼猛地看向后方，只见那里一道长虹呼啸而来，这孩童眼中顿时露出喜色。远离了那焦土之地，亡灵面色阴沉，他此刻极为肯定，那焦土幻化而出的孩童不是火灵。如果是火灵，那么刚才的一击定可使得此灵灭亡，可现在蕴含仙力的一击却只能让那焦土崩溃，但却没有受任何伤势，甚至那焦土也没有任何的破损。仙剑的一击只不过使其原本融合在一起的状态分散了而已，实际上这焦土本来就是一个个颗粒相互凝聚而成。此地诡异，刚才在那焦土崩溃时，我忽然有种感觉，那一个个颗粒好似一个个灵魂，莫非那便是命魂不成？亡灵身子蓦然一顿，回头看了一眼身后，一声微弱的惨叫从他身后的远处传来，紧接着则是一阵极为开心的笑声。这笑声虽说没有任何言语，但听在亡灵耳中，其内却是清晰地蕴含了一句话语：有人陪我玩了。亡灵面色阴沉，他看了看手中的一个颗粒，神识扫动，其上有一股阻力阻止神识进入。亡灵眉头微皱，体内仙力运转，神识内立刻融入了仙力，化作仙石，一扫之下立刻破除了颗粒之上的禁锢，直接落入其内。在他神识进入颗粒的瞬间，一个好似镜子碎裂的声音传递至亡灵脑中，紧接着颗粒之上出现了一道细微的碎裂，一个青色的火苗浮现在亡灵掌心之中。看着这火苗，亡灵身子一震，命魂！这是一个凡人的命魂，其内蕴含了一丝火属性，拥有此命魂的人无法修仙，只能是一介凡人。那焦土内全部都是由这颗粒组成，每一个颗粒都是一个命魂，那里面应该全部都是这样无法修仙的凡人命魂。那孩童便是无数命魂融合在一起形成的一个统一的灵体，难怪仙剑之威无法毁灭。亡灵面色更加阴沉，
看着那一点青色火星，把其放入颗粒内。在这命魂进入颗粒内的同时，颗粒之上的裂纹立刻收拢，恢复如初。右手向前一挥，那颗粒没了束缚，立刻一闪之下飞出，向着远处的焦土所在疾驰而去。司徒南曾说，这命魂是在修心之境内，为何现在只不过刚刚进入此地，便遇到了命魂？我的命魂会不会也在这一种生物体内？王林眉头紧皱，向前飞去。朱雀墓内太大，远离了那焦土之地后，王林一路速度飞快，认准一个方向，疾驰而去。朱雀墓的地貌与外界没什么区别，同样有山有水，其中灵力也是极为浓郁。这种浓郁要比外界强出很多倍，即便是一些宗派的聚灵阵，也往往达不到这种效果。3天后，王林整个身影化作流星，在低空疾驰。他这3天没有任何停歇，向着深处以极快的速度飞行。只是3天的时间，王林的神识尽管一直散开，但却始终没有寻到边际。此刻他在一处平原上飞行，平原之上生长着无数青草，绿油油的一片，一眼看不到尽头。3天内，他没有看到过一个修士。正在飞行中，忽然王林神色一动，回身看向身后，但见远处天边2道长虹好似闪电一般呼啸而来，其内一男一女2个修士。他2人远远的看到王林，立刻一顿。王林目光一闪，体内心随意动，掩盖住了修为，让人看起来与刚刚化神的修士差不多。2道神识扫来，在王林身上探查一番后，那2人好似放下心，向王林慢慢飞来。在距离王林数百丈外，这2人停下。他2人外表看起来年纪都不大，男的那位是个青年，一身青衫，这青衫有些破旧之处，其上有些地方甚至还有一些已经发黑的血痕，在其衣袖处还有一个奇异的图案，显然是某个宗派的弟子标志。至于那女子，则是有些难看，此女脸上有无数密密麻麻的小坑，若是夜晚让凡人看到，定会以为是鬼物。尽管相貌不美，但这女子的身姿却是颇为动人。她身穿一套极为干净的白衣衣纱，若是不看其脸，倒也有一番韵味。他2人在数百丈外停下身子，青年向王林一抱拳，朗声说道：“在下慕容云，不知道有高姓大名。”王林神色如常，微笑道：“在下青木。”青木这个名字是王林在刚刚进入炼魂宗时所用。眼前这一男一女，王林一眼便看出修为。那青年时化神中期，至于那女子，则是化神初期。这2人的修为，若是在朱雀墓外，倒也可以算是一方强者，但在这朱雀墓内，尤其是进行了大量的淘汰之后，就显得有些弱小了。他们之所以能进入这里，显然是在朱雀墓开启之时就在朱雀国，属于最早进入的一批。否则的话，以他2人的修为，若是在朱雀墓开启数日后才到，断然无法轮到他2人进入。慕容云仔细打量了王林几眼，说道：“道友的修为，怕是刚刚化神吧？”此人身边的那个女子目光投向王林，露出一丝冰冷。王林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没错，在下刚刚化神。”慕容云谨慎地看了王林几眼，内心确定对方真的是化神初期后，暗自松了口气，说道：“道友，此地太过危险，不如我们结伴如何？如此一来，人多了，取回命魂的把握也就大了很多。”王林沉吟少许，说道：“听道友的语气，好似比较有把握取回命魂。”王林说话间，目光微不可察的一闪。慕容云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青木道友，你不知，在下是第一批进入此地者，亲眼看到前锋与现一族的几位8叶束咒师是如何进入这朱雀墓内部的。若非我修为不够，此刻定然也进入了朱雀墓内部。”哦，王林微笑道：“不知那前锋等人是如何进入的？”慕容云神秘的笑了笑，说道：“我只能告诉青木兄，进入之地是一处祭坛，我亲眼看到他们找了很长时间后，最终从祭坛内进入。不过那祭坛所在之处很偏僻，而且很危险，我们等人多一些，再一同去那里，把握会大很多。”王林目光平静，看了此人一眼，微笑点头：“莫要废话了，走吧。”2人交谈中，慕容云旁边的那个女子冰冷的说道。说完后，他身子一动，向前飞去。慕容云扫了那女子背影一眼，摇头惋惜道：“背影看去是个绝代佳人，可惜。”说着，他对王林一抱拳，起身跟上。王林摸了摸下巴，在他2人身后缓缓的随行。他时而把目光投在慕容云身上，尤其是在此人的衣袖上的图案以及那已经发黑的血痕上，注意了很久，目露沉吟之色。慕容道友，不知那祭坛所在之处到底有何危险？飞行中，王林平淡的说道。慕容云眼中闪过一丝惊惧，深吸口气，说道：“我只是远远看到现一族的几个8叶束咒师在那里死亡了3个，另外修士方面有2个鹰变老怪也死在了那里，一直到他们死亡，我都没看到过任何敌人。”王林目中露出似笑非笑之色，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嘲讽，说道：“慕容道友运气不错。”慕容云一怔，随后苦笑道：“我是距离较远，再加上跑得很快，所以才没有受到波及。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，那里一定有一个强大的存在，很危险。
我们必须要人多一些，才可以有进入的可能。王林看了慕容云一眼，嘴角露出一个古怪的微笑，不再说话。慕容云内心一沉，再次仔细看了王林一眼，转过身继续飞行。三人速度很快，以那相貌难看的女子为首，在这片平原上穿过。第二天正午，飞行中那女子身子一顿，看向远处，冰冷地说道：“前方有一人。”她话音刚落，但见远处一道剑芒，好似惊天一般横扫而来。在剑芒带去强猛的剑气临身之际，顿时一股冰寒之气笼罩四周。只见一把白色飞剑呼啸而来，剑上站着一人，此人是个老者，一身灰衣，头发花白，但双目却好似闪电一般。他此刻面色阴沉，时而回头看向身后。王林目光如炬，一眼就看出蹊跷。只见在这老者身后，一道扭曲穿梭的闪电疯狂地追击而来。这闪电好似拥有灵性，如同一条银色蛟龙般紧追不舍。即时间，那飞剑之上的老者在慕容云三人身上一扫，最终目光落在王林身上，轻咦了一声。这老者王林见过，正是那在朱雀山下通道外16个鹰变修士中的一个。此人的修为是鹰变初期。他身子未停，迅速说道：“道友，速退，此物诡异。”就在这时，那慕容云好似随意地扫了追击老者的闪电一眼，这一眼平淡无奇，但那闪电却是立刻一顿，从其内传出一声不满的咆哮，随后猛地掉头向后飞去，转眼间便消失不见。这一幕发生的极快，若非王林一直特别留意慕容云，断然无法发现其内端倪。那闪电迅速消失，飞剑之上的老者也是一怔，他身子停下，看向身后，少顷之后，眉头紧皱。慕容云上前几丈，恭敬地抱拳道：“晚辈慕容云参见前辈。”老者抬头冷冷地扫了慕容云一眼，没有说话，而是把目光投向王林，抱拳道：“曾道友，多谢。”他想了许久，也猜不出那追击之物为何离开，最终猜测，或许此事与这曾牛有关，毕竟曾牛的名声响亮，定有一些神通法术。曾道友三字一出口，那相貌难看的女子忽然转过头，仔细地看了王林一眼。王林微微一笑，摇头说道：“不是曾某。”老者目光微闪，笑道：“不说此事了，在下莫云海，曾道友可有进入此地内部的线索？”王林没有说话，而是目光扫了一眼慕容云。莫云海内心一动，慕容云微微一笑，抱拳道：“晚辈慕容云参见前辈。”莫云海轻嗯一声，说道：“你可知晓进入内部的方法？”慕容云点头，笑道：“莫前辈，在下的确知晓，不过前辈需要答应在下，要把晚辈带进内部。如果前辈应诺，在下一定把所知一切全部告知。”莫云海目光一闪，沉声道：“说吧，老夫答应你。”慕容云眼中露出喜悦之芒，说道：“晚辈带路，那里是一处祭坛，是通向此地内部的唯一通道。那里可有危险？”莫云海沉声道：“有，在下亲眼看到仙夷族几个8叶术咒师在那里身亡。不过仙夷族当时一共4人，第一个进入那里的没有遇到任何危险。”慕容云连忙回答道。莫云海眉头一皱，看向王林，抱拳道：“曾道友，你意下如何？”王林似笑非笑地看了慕容云一眼，随后对莫云海说道：“你我联手，即便无法渡过，保命应该有余。”莫云海哈哈一笑，点了点头，对那慕容云说道：“小子，带路。”慕容云连忙点头，看了王林一眼，苦笑道：“前辈绝非化神修士，晚辈之前不识，还望前辈莫要见怪。”说着，他身子一动，飞在前方，在其后，莫云海向王林一示意，二人迈步间在后面跟上。至于那相貌难看的女子，则是略一犹豫，跟了上去。慕容云的速度虽说很快，但在莫云海眼中仍然太慢。半个时辰后，莫云海轻哼一声，身子一跃，一把抓住慕容云，回头对王林说道：“曾道友，你我各带一个，展开全部速度，争取早些到那祭坛，否则时间长了，一旦这修心之精碎裂，我们全部都要死在这里。”说着，他抓着慕容云，速度蓦然间加快，化作一道流星，转眼间消失在了原地。王林目光闪烁，右手一照，那相貌难看的女子立刻被一股奇异之力笼罩，被王林带起，向远处疾驰而去。前辈可是曾牛？那女子在王林身旁，一丝幽香飘来，钻入王林鼻中。王林目不斜视，眼中平静，说道：“是我。”女子沉默，少顷之后，忽然说道：“前辈小心慕容云。”说完此话，他便一语不发。王林与莫云海的速度自然极快，在慕容云的带路下，很快便穿越了平原，向着远处疾驰。3天后，地面上出现了一片连绵不绝的山脉，一团黑雾笼罩在山脉之上，这黑雾翻滚云涌，透着一丝诡异。在这片山脉的西处有一座山峰，此山峰极高，插入黑雾中，只能看到半山腰。在慕容云的带路下，莫云海一闪之间冲入黑雾中，向着山峰顶部飞去。王林在其后，神识四下一扫，
目光微闪，跟在其后。在黑雾中，亡灵张口吐出一道黑芒，这黑芒一闪之下，立刻消失，钻入到了黑雾内。随后他一拍储物袋，又拿出一物，一抖之下，此物同样消失在了黑雾内。这一切他都是随意而为，受黑雾所挡。他身边的那个女子没有半点察觉，而且他二人之间修为相差太多，亡灵有心隐藏之下，此女断然没可能知晓。黑雾中的山峰略有模糊，好似被一层黑纱包裹，看起来有股朦胧的韵味。在那山峰顶端有一处巨大的平台，平台之上则是一个约有100丈大小的黑色祭坛。这祭坛呈塔形，一排排阶梯的顶部则是一个圆形的凹地，一股黑气从那里飘散而出，飞快地融入到四周的雾气内。莫云海抓着慕容云，身子一跃，从半空落下，站在了此处平台之上。亡灵随后落下，只见这平台地面上多处位置都有干枯的血痕，一股腥味弥漫不散。四周的黑雾中更是时而有些呜咽的呼啸之声传来，听起好似鬼物哭泣。亡灵落下后，松开那女子，目光微闪，四下打量。此地与司徒南所说之处有很大的差距。司徒南所说的祭坛是一处山谷内，并非是在这山峰之上。他眼中寒芒一闪即逝。莫云海神识一扫，看向四周，随后一指祭坛，说道：“慕容小辈，你说的祭坛就是这里。”慕容云连忙点头，很确定地说道：“前辈，就是这里。不过前辈小心，仙夷族的那几个8叶束咒师，除了最早进入的那人，随后进入的便是在登上祭坛顶端时诡异的身亡。”莫云海看了慕容云一眼，右手虚空一抓，立刻把此人再次抓在手中，右手按在此人头顶天灵，双目闪动妖异之芒，轻声说道：“搜魂术。”慕容云惨哼一声，身子顿时颤抖起来。莫云海双目妖异之芒越来越亮，最终在慕容云身子剧颤中，他松开了手。慕容云好似一滩烂泥，立刻倒在地上，全身散发死气，一动不动。曾道友，此人没有说谎。莫云海身子一跃，冲上祭坛，口中喝道：“曾道友，再下去探路，还请道友为我护法。”好。王林眼中闪过一丝嘲讽。莫云海的身影极快，几乎眨眼间便来到了那祭坛之上。他站在那里，忽然面色变得古怪起来，眼中露出一丝诡异的光芒，低头看向祭坛中的凹地。少顷之后，他眼中露出一丝喜悦之色，哈哈笑道：“果然是这里，曾道友，在下先去一步。”说着，他脚步一迈，进入到那祭坛凹地内，一闪之下，身影消失。那相貌难看的女子犹豫了一下，看了看慕容云，又看了看王林，沉默不语。王林冷笑，没有看向祭坛，而是把目光投在了慕容云身上，右手隔空一弹，一道灵诀闪烁而出，向着此人眉心落下。在灵诀落下的瞬间，慕容云睁开双眼，右手抬起，一把抓住灵诀，一捏之下，灵诀崩溃。他站起身子，看向王林，脸上黑气缭绕，原本英俊的相貌此刻变得狰狞起来。“你什么时候发现的？”他盯着王林，声音中透着一股奇异之力。王林目光平静，说道：“我可以告诉你，但你也要回答我几个问题。”慕容云目光一闪，阴森地说道：“有趣，你先回答我。”修真之人大多有洁癖，储物袋内都会多放几套换装，很少会出现你身上这般狼狈的样子。”王林平淡地说道。慕容云冷笑，说道：“就凭这个？”王林神色如常，盯着慕容云道：“当然还有其他原因。现在我想知道，你是什么东西？”“我是命魂所化。”“你告诉我还有哪些原因？”慕容云冷哼道：“你的衣服年代太过久远，不似刚刚进入此地的修士所穿。你有什么目的？”王林说道：“我没什么目的，只是不想让你们得到修心之精。还有，你所说的原因就这2点。”慕容云眉头一皱。王林轻叹，摇头道：“最后一个原因是因为你衣服上的那个图案。”说到这里，王林右手蓦然一动，体内仙力云涌，几乎瞬间，一道蕴含仙力的仙诀便出现在王林身前。随着他右手的抬起，这仙诀顿时呼啸而出，狂猛地向着慕容云落下。慕容云冷笑，身子未动，但却在那仙诀落在身上的瞬间，整个人砰的一下消散，化作一道道黑色的烟气，转眼间飞入到四周的黑雾之中，消失不见。王林没有去追，而是眼中嘲讽之色一闪，但见一声惊呼从那黑雾中传来，只见一道道黑气迅速从雾中飞回，重新凝结在一起，化作慕容云。此刻的慕容云面色极为难看，他看了看四周，盯着王林，说道：“你不是寻常的鹰变修士。”一杆3丈大帆从黑雾内飘散而出，此帆旗部长约10丈，铺展开来，好似波浪一般起伏不定，大量的魂魄在其内钻进钻出，弥漫四周。10多个主魂在四周的黑雾内闪烁不定，目光全部锁定慕容云。在这些主魂中，更是有一头紫金麒麟，巨大的双目露出阵阵凶芒。10亿尊魂幡，王林在与司徒南赶来朱雀山的路上再次炼化，
他把所有的魂幡全部融合到了尊魂幡内。李元峰与麒麟残魂此刻都成为了尊魂幡的主魂。此刻，这杆10亿尊魂幡内共有主魂28个。你以为这样就可以困住我吗？慕容云冷笑，身子蓦然一冲，整个人再次化作无数黑气，好似细丝一般，疯狂地向着王林口鼻七窍钻来。王林身子后退，眼中露出寒芒，右手抬起，向前一点，口中轻吐风。蓦然间，四周黑雾内又一杆大幡出现，此幡一抖下，无数劲质立刻疯狂地涌现而出，以极快的速度从四面八方呼啸而来，形成一个好似天罗地网的困楼，直接把那无数细丝全部封印在一起，形成一个1人多高的圆球，并且迅速的缩小，最终变成拳头大小。这圆球是由禁制组成，一排排密密麻麻的禁制把其内的那些细丝彻底封死。由命魂组成之灵物很难杀死，而且即便是杀了，死的也不是他们，而是朱雀心上的命魂主人。王林若是使用仙力，毫不保留地展开手段，倒也可以杀死这些命魂，但这些命魂消失，还会有更多的命魂出现，再次凝结此物。可以说，这种由命魂组成的灵物，在某方面讲是不死的，除非是修心之精碎裂，那么这些命魂崩溃。谁也不知晓下一次出现的命魂中是否有自己相熟之人的命魂存在，一旦出现了，该如何出手？若是有自己命魂，那倒好办了，毕竟与命魂之间会有一股奇异的感应。当然，进入这朱雀墓内的修士中，绝情冷血之人不少，倒也有人在观察了一段时间后，知晓了这些秘密，于是展开了屠杀。他们毁灭一个又一个命魂，从而等待灵物再次凝聚命魂重组，如此周而复始。以这种笨方法，期待可以遇到自己的命魂。钱锋便是其中一个。此刻，钱锋在朱雀墓内部一处高耸入云的山峰中段，这里有一处巨大的洞穴。钱锋盘膝坐在洞穴外，面色极为阴沉。他是第一个进入朱雀墓之人，在这里，他遇到了那些由命魂组成的灵物，这些灵物根本就杀不死。最终，他们这批最早进入此地的修士与仙夷族族人，分别都遇到了类似慕容云一般的存在，向着此刻王林所在的那个山峰赶去。在那里，有人被骗入祭坛内，钱锋没有上当，暗中逃离，费尽千辛万苦，终于找到了真正的入口，进入到了朱雀墓的内部。内部虽说比外部小，但实际上也还是极大，尤其是那种命魂组成的灵物，不但比外部更多，而且其中有一些实力极强，钱锋无法抵抗，只能败退。在内部的这段日子，他始终都没有找到一代朱雀子的坟墓。随着时间的度过，渐渐的进入内部的修士与仙夷族之人也多了起来。钱锋就亲眼看到一个熟悉的鹰变修士，在数个仙夷族族人不惜耗费大量符文之力，联手杀死了一个强大的灵物之后，那个熟悉的修士立刻双眼暗淡，倒地身亡。之前没有任何征兆。这一幕使得四周所有人立刻为之一惊。在钱锋的探查下，他发现此人元神碎灭，彻底死亡。